在巴赫穆特激战中，瓦格纳雇佣兵已经攻下大量地盘。然而，在这个节骨眼上，瓦格纳集团创始人普利戈金却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停战吧，守住现在地盘就行，巴赫穆特并不重要，想依靠占领巴赫穆特打垮乌克兰是有些不可能的。一时间引发了所有人的关注，因为这是俄罗斯首次出现有直接参与入侵的俄方将领公开呼吁，希望普京能够停战。普利戈金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已经达成了军事目标，现在最理想的状态就是结束战争，并告诉所有人，俄军已经完成了既定目标，同时也控制了亚速海和黑海大片海域，占领乌克兰大片土地，并且还建立了本土前往克里米亚的陆地走廊。并且最后，普利戈金还发出了警告，随着战争的持续下去，俄罗斯民众肯定要为俄军军事失败寻找替罪羊，潜在意思也表明了他普利戈金不想当这只替罪羊。在经历大半年的鏖战之后，被指为入侵战争转折点的巴赫穆特之战似乎逐渐接近尾声了。俄罗斯的优势不断扩大，然而随着战争的持续，俄罗斯正规军与瓦格纳雇佣军之间的裂痕也在逐渐扩大。比如正规军抢夺军工，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声明，俄军空降部队正与突击部队配合，组织乌军预备队进入巴赫穆特，并切断守军的退路。与此同时，瓦格纳的雇佣军也在继续进行着高强度作战行动，试图将乌军赶出巴赫穆特的城区。从这份声明来看，俄罗斯精锐空降部队已经进入巴赫穆特西部地区，与南北两翼的部队配合，完成对巴赫穆特的合围。但关键是，现在已经到了收尾阶段，俄军空降部队的介入明显有抢攻的意味。与此同时，与俄军处于同一阵营的瓦格纳雇佣军却给俄罗斯军方泼了一盆冷水。现在就说完成对巴赫穆特合围有些为时过早了，没看到我的人还在战斗吗？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这种信息混乱的情况出现，一方面战况并不像国防部所说的那么顺利，巴赫穆特攻坚战还要持续一段时间，而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俄罗斯内部武装力量之间的裂痕一直都存在，甚至开始加深了。从入侵开始，普利戈金在俄方阵营的社交媒体上都是非常活跃的人物，甚至在中后期超过了卡德罗夫，而这次发出结束行动的言论更是吸引了大量目光。此前，普利戈金的大部分公开言论基本都是为俄罗斯加油打气，也有部分言论指向俄军内部的问题，但谈到结束行动还是第一次。普利戈金觉得巴赫穆特对俄乌双方来说用处都不大，虽然是乌克兰的精神象征，泽连斯基想借此鼓舞民心，即便损失非常大的力量，泽连斯基都没有那么在乎。而对于俄罗斯来说，想要依靠巴赫穆特的胜利在短时间内打败乌克兰，显然是非常不切实际的。双方只是在这儿展开消耗战，互相牵制而已。但目前普京还没有决定结束行动，巴赫穆特也在进行着巷战。普利戈金的言论倒有点像与普京对簿公堂，肯定会动摇俄罗斯的军心。对于普利戈金的言论，火力军能联想到的是，雇佣军与俄罗斯正规军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了。普利戈金此前就指责正规军帮倒忙，影响瓦格纳的作战行动，甚至还断了弹药供应。前段日子，美国泄露的机密情报还显示，瓦格纳甚至去找土耳其采购弹药，应该就是由于武器弹药匮乏才这样做的。另外，也有人分析，目前瓦格纳已经变成了尾大不掉，会让莫斯科比较头疼。如今还在打仗，瓦格纳对俄罗斯来说意义非凡，但等到战事结束，瓦格纳如何处理将成为一个棘手的难题。既然如此，普利戈金为何提出终止行动呢？很有可能是他想到战事还未结束，趁现在不如与普京讨价还价。毕竟俄罗斯目前仍需要依靠瓦格纳，而这些言论也透露着，如果给予的筹码不足，瓦格纳随时可能会停战。对此，英国国防部推测，普京可能会利用其他私人雇佣兵集团来取代瓦格纳。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就是俄罗斯国防部与瓦格纳之间越来越深的矛盾。尽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否认双方不和，但之后的一系列事件，包括双方高层的表态，都证明了这位秘书没有说真话。
普京动用其他雇佣兵集团的另一个原因，也与俄军在战场上的巨大损失有关。因为俄罗斯社会对俄军伤亡极为敏感，但对于雇佣兵的生死却并没有过多看重。尽管通过法律等形式，俄罗斯提高了雇佣兵的地位，但对于民众来说，这些就是禽兽败类。因为瓦格纳雇佣兵的大部分成员都是从监狱招募的。另外，也有媒体报道，那些侥幸在战场活过6个月的重刑犯，很多人在回家后不久后就再次犯下严重暴力罪行。目前，包括俄罗斯国防部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集团在内，多个官方组织都在组建自己的雇佣兵集团。其中有一个康沃民兵组织，近期知名度越来越高了。2022年11月份，在克里米亚组建，并派往俄罗斯西部森林，一边隐蔽起来，一边进行着训练。练习如何布设地雷、如何挖掘战壕、构筑防线等。而根据报道，卡维尔民兵组织崛起的时候，正是俄罗斯鼓励其他雇佣兵集团与瓦格纳竞争之际。而这时，普里戈金正与俄罗斯国防部发生矛盾。虽然瓦格纳在入侵乌克兰的行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但卡维尔民兵组织最近几周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可能成为克里姆林宫对基辅行动的新力量。卡纳瓦民兵组织的核心人物是俄罗斯支持的克里米亚政府首脑谢尔盖·阿克肖诺夫。1972年出生于摩尔多瓦，当时还是苏联共和国。阿克肖诺夫是一名涉嫌与组织犯罪有关的上任。在2014年的时候，阿克肖诺夫与其黑帮组织突然声名鹊起，并且还被普京任命为克里米亚新政府的负责人。目前关于卡纳维民兵组织的细节还很少，不过卡纳维最近发起了几项招聘行动来扩大整个队伍。这些雇佣兵将签署2份合同，一份与卡纳维签订，另一份与俄罗斯国防部签订。每个战士每月收入约2500美元，服役满1年的人也将在克里米亚获得安置。目前还无法判断卡纳维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但他的出现正值瓦格纳在巴赫穆特作战的时候，因为不断有报道称普京正在削弱瓦格纳在战事中的主导地位，但截至目前还未出现2个集团之间的竞争。不过，英国国防部也表示，即使普京想要扶持其他雇佣兵集团，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取代瓦格纳。毕竟，普里戈金一手打造的瓦格纳是目前俄罗斯前线最能打的武装组织。就算是看不起瓦格纳，甚至是战场上被瓦格纳坑过的俄军部队，也承认瓦格纳在攻坚战中有一手，战斗力比俄罗斯正规军强太多了。而近段时间，俄罗斯重新扶持的私人武装本质上与俄罗斯正规军差不多，并且兵员素质更低，同时也拥有俄军固有的诸多问题，比如低效率和僵化。明面上是私人武装力量，但其实还要依附于俄罗斯政府。相比之下，瓦格纳要好上不少，但问题就出在这儿。普里戈金与俄罗斯情报部门关系密切，在组建瓦格纳的时候也得到了克里姆林宫的许多支持，但瓦格纳私有化程度非常高，成员只服从自己的老板。目前，瓦格纳依旧在进攻巴赫穆特，尽管受到俄军高层的多方掣肘，包括禁止从监狱招募新成员、弹药不足以及侧翼掩护不够等问题，但依然在取得进展。然而，随着伤亡惨重带来的实力大降，再加上俄军整体转入守势，巴赫穆特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导致瓦格纳在战场上的实际作用也被大幅削弱。普里戈金也意识到了狡兔未死，走狗将烹的下场，此前就表示要重返非洲，毕竟瓦格纳在非洲有更广阔的发挥空间，受到的掣肘也更少。不少非洲国家政府就是依靠瓦格纳才得以存在，而报酬就是将本国丰富的资源卖给瓦格纳。不过，也有分析认为，普里戈金作为普京的厨子，与其关系密切，在目前战事陷入僵持之际，普京可能想要做一些调整。而大国政策调整不是小事，不仅外部影响巨大，内部各个利益集团也可能做出不同的反应，需要做出非常谨慎的决定。由瓦格纳集团创始人来放风，普京可以先观察一下各方反应，利于后续决策。这段时间的战报显示，只要瓦格纳获得胜利之后，那些被控制的区域将交给正规军来接管。也就是说，瓦格纳雇佣兵只负责前线战斗，正规军来负责后勤、战地以及防守。这种模式对瓦格纳与正规军都有好处，能大力发挥瓦格纳的作用，并且还能减少正规军伤亡。还有另外一件事，普京在4月14日的时候签署国会通过的法令，将要设立电子征兵系统，实施严格条例来防止逃逸。法令允许俄罗斯政府通过电子网络征召本国人员入伍和动员预备军人。
接到通知者禁止离境，如果在20日内没有前往报道，将被剥夺买卖房地产等权利。消息一出，俄罗斯民间认为政府将再次展开大规模动员。显然，普里戈金有可能在帮助普京来探一下国内的口风，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另外，如果普京选择结束战事，接下来正规军只要进行防守就行了，就像普里戈金所说的，俄罗斯军队只需要保住拿下的土地就行，但停火并不是一方的事情。目前乌军正在策划反攻，显然并不会选择停火，更别说顿巴斯与克里米亚还处于俄罗斯控制之中。由于五角大楼情报泄露，乌军可能会调整反攻计划，并将事件定在夏初。等到5月份的时候，乌克兰的春季泥泞季将结束，地面将变得足够坚硬，有利于重装装甲部队的推进。西方援助的更多重型装甲也将逐渐抵达乌克兰。普里戈金在谈论乌军反攻问题的时候也表示，虽然俄军在战场上占据优势，但依然有战败的可能性。这一点肯定会给俄罗斯本身带来麻烦。目前，乌军反攻的确切时间、地点仍是机密，但许多人觉得，一个对于乌克兰来说具有战略意义的目标，就是夺取靠近亚速海的梅利托波尔。如果乌克兰在这里进攻成功的话，就能将俄军一分为二，一部分留在克里米亚与南部，另一部分留在东部。显然，俄罗斯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风险，所以在梅利托波尔准备好了许多防线，用来防御乌克兰的反攻。俄军防线通常包括一个雷区，然后是一排排的金字塔混凝土柱子，以此来减缓乌军机械化部队的推进速度。再往后就是战壕、防空洞以及反坦克沟。接下来，乌军是反攻梅利托波尔还是声东击西，谁也说不定。具体还要根据局势变化来推测。你们觉得俄罗斯会先提出停战吗？乌军反攻到什么程度，双方才能坐上谈判桌呢？好了，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